在大家不知道的时候，中国大规模取消了美国的订单，让美国损失惨重。不得不说，这件事干得漂亮。大家好，我是肖云华。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，目前中国正在摆脱粮食进口的政策，转而采取粮食自给的政策。什么情况呢？根据该报道透露，今年春天，中国取消了原本4月下旬至5月中旬进口的110.4万吨美国玉米订单。这个数据相当于美国全年向中国出口量的 7.4%。很多人不清楚，我国虽然是粮食大国，但基本上能自给自足的粮食只有水稻、小麦这些农作物，其他粮食则需要依靠进口来弥补不足。比如说，中国的大豆进口量占全球的 59%， 玉米的进口量占全球的 14%， 这两项数据均列为世界的第一。而美国是主要的农作物出口国，尤其是大豆、玉米这些农作物是主打产品，所以我国的大豆以及玉米大多数是从美国进口的，数据占比很高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为什么我国明明高度依赖进口美国的玉米，现在却大规模取消了美国的订单呢？原因只有一个，我国在降低对美国粮食的依赖，更核心的原因是因为中美关系不断恶化，我国不想未来和美国翻脸之后受制于人，所以趁着现在还没有彻底翻脸，先实施措施，慢慢实现粮食自给自足。坦白讲，我国下定这个决心并不容易，原因刚才说了，我国除了水稻、小麦这些农作物之外，其他主要粮食大都来自其他国家，受美国影响最为严重。这种背景下，我国大规模取消美国的订单，不仅会得罪美国，也将影响我国的农作物市场运行。中间的复杂程度，我不想过多的描述，大家都能够明白。可哪怕如此，高层依然下令取消美国农作物订单，由此可见决心很大。除此之外，也可以看出中美关系的恶化程度超乎我们普通人的预料。很多人都很清楚，中美关系已经步入白热化的阶段，剧烈矛盾全面爆发，或许只差一个导火索。大家都觉察到，无论如何，中美关系想要恢复到曾经的蜜月期已经是不可能了，甚至连目前斗而不破的关系都是在艰难的维持。之所以造成目前的这种局面，核心原因还是美国不干预霸权的衰落，我国日益强大，想进一步获得应该有的大国地位以及与之相匹配的利益，这些美国都不愿意让出来，一旦让了，美式霸权也就崩溃了。所以说，中美之间的矛盾不是普通的局部矛盾，而是成体系的结构性矛盾。在看破这点以后，面对美国，我们确实要具备极限思维，那就是以最坏的打算去考虑最终的结果。毕竟美国在俄乌冲突中毫无下限的做法来看，什么事情都会做得出来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咱们下次见。